嗨，各位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耶律律。波西米亚狂想曲是一部2018年上映的音乐传记片，讲述了传奇摇滚乐队皇后乐队的故事，尤其聚焦于乐队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 的生平和音乐创作。Freddie 出生在坦桑尼亚的斯通市，后来随父母移居英国。在1960年代末，他加入 Brian May、Roger Taylor 和 John Deacon 组成的皇后乐队，并成为该乐队的主唱。他以其独特的嗓音和表演风格而备受赞赏，为皇后乐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歌曲。说起皇后乐队，不得不摆几条数据以示他们的辉煌。英国专辑畅销榜史上，他们独占2个名额，分别排列在第1和第7位，坐拥专辑畅销榜时间长达1322周，也就是27年，为史上最长。故事从 Freddie 年轻时加入乐队开始，讲述他们在音乐事业上的起伏，从出道时的困顿到后来的辉煌成就，以及创作和演唱一系列经典歌曲的过程。歌曲《波西米亚狂想曲》是皇后乐队著名的代表作，长达6分钟的作品共分为5个章节，用了4种曲风。第1节钢琴伴奏，倾诉某种情绪；第2节深情咏叹，向母亲交代罪行；第3节怪诞合唱，以神之名进行审判；第4节重金属，用逃离叙述反抗；第5节服从命运，坦然迎接死亡。乐曲中没有重复的副歌，却充斥着支离破碎的意识以及差异巨大的唱法。这种结构特殊的音乐，就像 Freddie 提前为自己谱写的命运之歌一般，预示着他的梦想与现实，还有功名与伤痛。想必传记片取名也有这一层寓意。这支影片我将借用歌曲的结构，分5个章节进行解读，以此来理解 Freddie 和皇后的传奇经历。如果第一次找到这个频道，请先点击订阅，码住备用。电影开篇于1970年 Freddie 作为微笑乐队的粉丝，除了去酒吧看他们演出之外，还会随时记录并即兴创作。终于让他等到一个机会，微笑乐队的主唱单方面退出，只剩吉他手 Brian May 和鼓手 Roger Taylor 面面相觑。 Freddie 找到他们毛遂自荐，却因为天生龅牙遭到拒绝。他并没有因此灰心，而是慷慨地展示了歌喉，并解释说自己比一般人多2颗门牙，所以音域更加宽广。缺点突出变作优点，让人为他庆幸之余，也看到他与众不同。和大多数迷茫的人比起来，他似乎很早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那个目标努力着。成为主唱之后，他不光把乐队更名为皇后，还为自己起了个艺名 Freddie Mercury， 事实上也申请了合法更名。Freddie 一家都是帕西人，信奉古老的索罗亚斯德教。父亲总说为人要存善念，讲善言，行善事，可是改名这一行为分明是连名带姓一并还给了家族。由此可见， Freddie 为了歌唱事业，内心充斥着义无反顾。乐队其他2位和 Freddie 一样，拥有着良好的家庭和不错的教育背景，若不是后来的创作生涯，他们很可能成为牙医和天体物理学家。通过驻唱，他们很快吸收了大量人气，于是卖掉了唯一一辆汽车来录制属于自己的专辑。 Freddie 的才华渐渐得到施展，前卫的穿搭，高亢的音色，加上卓越的创作力，都显示出走遍天下的气魄。经纪人、唱片公司和电视台随即找上门来。 BBC 的一次直播标志着皇后乐队正式起航，随后又加入一位新成员，也就是后来的短发贝斯手 John Deacon。 影片第1段情绪倾诉般交代了 Freddie 如何让梦想照进现实，也交代了乐队出成到功成名就。早在加入乐队之前， Freddie 就结识了女友 Mary， 正是他辛勤工作帮他撑过了最拮据的日子。不过拮据程度比想象中要好很多，起码还有架钢琴可以做床头。 Freddie 躺在床上，像莫扎特一样反手弹奏，旋律正是狂想曲的前奏。 That's beautiful。 弹琴过后，他仿佛引天仇附体，缠着 Mary 不让他去上班。身为男人，我自然了解男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事业很伟大，埋头苦干时歇斯底里，小有成就便要引吭高歌。对比之下，女性就更懂得隐忍，就像 Mary 一样，默默地伟大着。去美国巡演之前， Freddie 光着膀子拿出一颗钻戒，亲手为 Mary 戴在无名指上，并要求她永远不要摘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远在大西洋两岸，只能通过电话相互慰藉。孤独似乎是创作者无法逃脱的情绪，更是天才与生俱来的优势。在创作《波西米亚狂想曲》的这段时间，通
通过镜头的渲染，孤独悄悄在 Freddie 身上冒头，这被小猴子经纪人 Paul 看出了端倪。他在钢琴前灭掉烟头，放肆地强吻了 Freddie。震惊之余，我突然发现，原来之前那些镜头除了渲染孤独以外，还承载了许多心理暗示。Freddie 的确爱慕同性，但此时他依然保持了尊严，像个矜持的女性一样，以工作之由拒绝了 Paul。他给 Mary 播放演唱会录像时说，数千个观众一同为你歌唱，因为歌的内容很真实。Mary 有所察觉，最终问出了实情。他说，你的生活将会无比艰辛。的确，他写的歌被千万人传唱，千万人将不再孤独，而他却不能享受千万人都拥有的婚姻。同居7年的 Mary 离他而去，后来在生命终结时，他兑现了诺言，将自己包括房子在内的一半财产留给了这位终生挚友。柏拉图很早就说过，两个男性之间的爱情才是感情的最高形式。可是直到1967年，英国才将同性恋从法定罪行中删除。在此之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计算机先驱艾伦·图灵先后因这一罪行而陨落。图灵甚至不堪忍受化学阉割，最终用氰化物自杀。彼时同性恋不再被降罪，但仍然被人们认为是某种疾病。显然，与众不同似乎也是种罪行。Freddie 交代了罪行，只不过对象不是妈妈，而是爱人。Your life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时间很快到了80年代 ，Freddie 就像 Paul 一样剪了短发，蓄起了同志特有的胡须。他在紧挨 Mary 的隔壁买下一所房子，每到夜半时分拨一通电话给他，然后互相闪烁几下台灯，好让彼此惦念。他就像个单相思的疯子，在电话一头假装干杯，然后道一声晚安，孤独睡去。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电影无法透视人物心理活动，但此间一上一下的视角和彼此心存期待的疏离，的确有点像《围城》里的方鸿渐和唐晓芙。成功并没有让 Freddie 摆脱孤独，反而更像掉进孤独的沼泽，挣扎只会让孤独的吞噬加速。当 Freddie 再次见到 Mary 时，他正在交往新男朋友，并摘掉了先前那枚戒指。Freddie 需要陪伴，可乐队成员都有了家庭，于是他接受了 Paul。Paul 是影片中唯一一个反派，他会以同性做护盾，给 Freddie 提供有差错的信息，并巧计略施，逼走了前经纪人索尔古德曼。Get down! You're firing the wrong snake, Freddie. You regret it. 这一切都是想将 Freddie 占为己有。Paul 甚至会在音乐风格上影响 Freddie， 让他倾向于创作符合夜店的 disco。影片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创作、演唱与 Freddie 混迹同性恋酒吧的影像混剪，隐晦表现他存在滥交的可能性。放肆的创作表达和处处隐患的生活方式，在一场记者会上集中爆发。Freddie 作为皇后乐队的领袖，被无数记者质疑，甚至被八卦问题逼进死胡同，就像众人以神之名进行审判。皇后乐队一直以家庭示人，感情之深不必多说，影片上映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次排练时 ，Freddie 因为迟到向大伙道歉，他说自己是个艺人，不是瑞士手表。眼看要起争端，吉他手 Brian 提议创作一首观众也能唱的歌曲，用来做演唱会互动，跺2下脚，击1次掌，循环往复，不断加速。歌曲 We Will Rock You 就这样诞生了，时至今日听起来依然震撼。另有一次 ，Freddie 和鼓手 Roger 因为音乐风格产生争执，还差点动手打起来。就在这时，奇迹再次发生，贝斯手 John 指尖奏出旋律，得到夸赞后他说，如果你们不吵架，专心做音乐的话，还能更好听。艺术家天生就是病人，唯有创作是灵丹妙药，能缓解痛苦，治愈顽疾。放在皇后和 Freddie 身上，创作显然能治愈分歧，只是缠绕他的孤独却久久无法得到治疗。被众人审判后，他选择单飞去做个人专辑。离开家人的日子并没有让他好过，反而在 Paul 的驱使下更加糜烂和堕落。Paul 替他接听所有电话，以致邀约一律被拒绝。他就像个会弹琴的楚门，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之后，在 Mary 的帮助下，他终于发觉真相，并将 Paul 开除。Paul 也算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反派，
转眼间就把 Freddie 的私生活公之于众。Freddie 重新找到家人，诚恳道歉，寻求原谅。四人当着经纪人的面，三言两语便和好如初。他们特立独行的风格，绅士而反叛的精神，拒绝重复的创作态度，正好对应 Freddie 父亲的教育理念，要有崇高的理想、优美的语言和有意义的作为。如果说这其中有反抗的话，那他一定是在反抗孤独。天才总是孤独一人肩负世界，勇敢的人总是义无反顾选择毁灭。Freddie 给予世人的形象就是一位勇敢的天才。回归皇后不久，他独自就医，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排练时因嗓子不适，他将坏消息告诉家人，并请求他们别把自己当病人。他不曾表达抱怨，也不曾为从命而叹息。也许一开始他就想好了，要把余生奉献给音乐事业。这一段我跟随他，体会绝境下的坦然，也学会看到希望。无论怎样，都有很多人爱着你，不用奢求，因为这已经足够了。在时间的维度里，灵魂会变得越来越沉重，而身体最终将化为乌有。所以千万别花时间去扮演受害者，勇敢面对每个人相同的结局，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或许才是值得追寻的梦想。存善念，讲善言，行善事。1985年7月13日，拯救生命演唱会分别在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时举行。演唱会旨在为非洲饥荒筹集资金和关注，通过卫星和电视转播，向全球观众传递音乐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它是音乐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改变了音乐界的格局，也影响了后来的音乐慈善活动，激励着更多艺人和组织通过歌唱来传递爱与希望。13颗卫星转播，15个国家直播，近15亿观众观看。David Bowie、Michael Jackson、Bob Dylan 等巨星云集，现场观众更是多达9万余人。18点40分，皇后乐队披着落日余晖出场，片刻安静后，唱响了《波西米亚狂想曲》。Freddie Mercury 的音乐和表演风格，至今仍然影响着许多音乐人和歌迷。他的独特才华和不朽乐曲，使他成为一个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偶像。然而 ，Freddie 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1980年代中期 ，Freddie 被诊断出艾滋病，并于1991年因该疾病而去世，享年45岁。他的逝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哀悼和对他音乐遗产的纪念。Freddie 完全有理由告诉人们，他因肺炎离世。但临终前一天却公布了患有艾滋病的事实，我想这也是他值得被纪念的原因吧。回归电影本身，不仅呈现了皇后乐队的音乐风格和精彩的舞台表演，还深入探索了 Freddie Mercury 的内心世界，表现他在才华、家庭、爱情和身份间的认同纠葛。貌似这一切都是为了片尾20分钟的大高潮。影片结尾的 Live Aid 就像一颗研制已久的原子弹，引爆了观众的热血，也引爆了银幕前的泪腺。电影本身和乐曲描述的命运极其相似。第一位导演因为性丑闻缠身，被迫交出导筒，制作一半的影片交给了现在的导演 Bryan Singer。因为屡次濒临夭折，在上映前口碑一度跌到谷底。当人们都不抱希望的时候，影片意外成为黑马，不仅赢得观众和影评人的一致赞誉，还在当年奥斯卡包揽多个奖项，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剪辑等。时至今日，在 IMDB 和豆瓣都保持着不错的口碑。Freddie 的饰演者 Rami Malek 几乎完美的还原堪称鬼魅，身姿风骚，表情自信，步伐肆意，就连红领巾和小胡子都神韵十足。事实证明他是跟 Freddie 一样优秀的表演者。皇后乐队的成员们为这部电影授权了所有歌曲，足见他们对 Freddie 的缅怀之情。他们不遗余力的加持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基础。经久不衰的家人理念似乎是某种高尚的品质，一直为他们带来好运。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点赞订阅，一起成为看片艺术家。我是耶律律，我们下期再见。